知道你嘅另外一半愛嘅語言係乜嘢，日日都係情人節。不過咧，識愛人之前咧都要識得愛自己嘅。愛嘅語言有5種，唔知你又係邊一種呢？喺影片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頻道嘅話，就記得喺下邊撳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Bonnie。無論係情人節、生日、母親節、父親節，一嚟到喜慶節日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好苦惱，究竟我哋應該送乜禮物好呢？送禮物咧，其實係一種方式咧，去表達我哋嘅愛意。不過咧，原來表達愛嘅方式咧唔止一種，而每一個人接受愛嘅方式咧，亦都係唔一樣嘅。好多時候咧，我都有啲朋友咧會同我分享咧話，因為佢嘅另外一半或者佢屋企人而咧俾驚喜佢咧，去為到呢件事咧好苦惱，因為咧佢自己咧係唔中意驚喜嘅，而喺嗰一刻咧佢都唔知要俾咩反應，而正正咧因為佢唔知要俾咩反應，呆咗嘅時候咧，就令到送上驚喜嘅人咧，就覺得啊，你係咪唔中意啊？或者咧覺得好受傷，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咧，其實佢好中意收到禮物嘅，不過咧佢嘅屋企人咧每一年咧就冇送禮物，但係每一年咧都陪佢過生日，佢都會因為咁樣咧而唔開心。呢啲咧都係因為我哋每個人咧都用緊自己愛嘅方式去對待其他人，去表達愛。我哋其實咧都係好愛大家。但係咧，我哋就係用緊一個唔啱 channel 嘅語言去同對方表達，所以咧了解自己或者另外一半或者朋友或者屋企人或者同事，總之身邊嘅人愛嘅語言咧，都會令到你每個節日慳翻啲腦汁，事半功倍。The 5 Love Language 咧係一本書嚟嘅。其實咧，我喺大學嘅時候咧，已經有一段時間咧聽過好多人咧講關於呢本書啦。我自己咧就冇睇過嘅。咁啱咧，我最近碌 IG 嘅時候咧，見到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 YouTuber Jan M 咧，佢個 book club 咧，今個月2月咧都係讀緊呢本書。可惜我想去圖書館借嘅時候，呢本書已經俾人借走咗啦。咁我之後睇完嘅時候，我就再同大家喺 podcast 嗰度分享我睇完嘅讀後感啦。不過咧，唔睇書一樣咧可以揾到自己愛嘅語言嘅。大家咧可以去呢個網站做一個小小嘅測試。愛嘅語言咧分成5種，第1 Words of Affirmation， 第2 Acts of Service， 第3 Receiving Gifts， 第4 Quality Time， 第5 Physical Touch。讚嘅說話咧，其實真係唔一定每個人都中意聽嘅。我識咧有啲朋友咧，佢聽到人讚佢之後咧，佢就會好尷尬啦，唔知應該要俾咩反應啦。但係如果你嘅結果咧 ，Words of Affirmation 係佔大百分比嘅話咧，當你嘅作品或者一啲嘅行動俾人讚賞同肯定咧，係比其他嘢更加重要嘅。如果你身邊嘅朋友愛嘅語言都係讚賞同肯定嘅話咧，其實咧你就可以對佢講多啲鼓勵嘅說話，讚佢嘅說話啦。對於伴侶嘅話咧，其實可以嚟一個出其不意嘅多謝，例如係突然之間同佢講多謝你一路陪住我，或者又係同佢講一啲可能好微不足道嘅嘢，就係多謝你今日幫我洗咗碗，多謝你今日幫我做咗家務，又或者其實最重要都係想聽嗰3個字，就係我愛你。如果你覺得講出口好難好尷尬嘅話，其實你可以寫卡或者咧係寫紙仔俾對方，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呢個咧可能咧就容易得多啦。你中意人哋為你或者幫你咧處理一啲事情，做一啲嘅嘢，可能喺你好忙嘅時候，佢幫你做咗家務，或者係佢為你有更加好嘅休息空間，佢選擇讓出間房或者俾你自己一個人靜一靜，係用身體力行咧去表達佢對你嘅愛。呢一個咧，其實我一諗咧就諗起我爹哋媽咪。我諗大部分嘅爹哋媽咪咧都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去愛我哋。對於身邊嘅人，愛嘅語言係 Acts of Service 嘅話咧，一啲嘅時節或者係你想去表達你心意嘅時候，你可以送上一啲嘅兌換券俾對方啦，可以話我可以滿足你3個願望，又或者咧係留意下佢生活上邊嘅小細節，佢嘅需要而送上你嘅溫暖。如果係你嘅另外一半嘅話，知道嗰幾日佢係會唔舒服啦，就提早準備好暖包或者係糖水、甜品等等等等，去令到對方減輕佢嘅苦楚。呢一種咧係非常之常見去表達愛嘅方式，而呢份禮物咧都唔
簡單㗎，因為收禮物嘅同時咧係收緊對方對自己嘅心意，睇到對方係有花心思為自己咧去揀呢一份嘅禮物。不過花心思咧又唔等於貴喎，DIY 嘅禮物又或者係 DIY 嘅卡，或者咧送花有陣時未必需要送一大紮花，除非對方係一個好中意花嘅人。收到花之後，你後邊要處理嘅工序都好多。如果你知道對方都唔係一個好善於處理花嘅人嘅話，你送咁大紮花咧，之後都係盞佢搞嘅啫。咁所以就可以考慮下係送一支玫瑰花，送乾花，又或者係送盆栽。多少少心思嘅話咧，最好就係呢一個花或者盆栽，佢係有一個特定嘅花語或者意義喺當中。又或者可能咧你上網揾唔到，但係你自己賦予呢一份禮物咧有一啲特別嘅意義，都係會令到對方好感動。對於身邊嘅人，愛嘅語言係收禮物嘅話咧，亦都咧可以係平日時不時咁樣請下對方飲咖啡、食零食，又或者去旅行嘅時候就記得買手信俾對方，感動下對方啦。喺同其他人一齊相處嘅時間裏面咧，你係最能夠享受同埋感受到咧你係被愛嘅。例如係同朋友一齊去視訊去傾偈，同伴侶咧一齊去有一個浪漫嘅約會。總言之一句咧，就係有一個嘅時間同空間可以同對方一齊相處喺埋一齊。對於咧你身邊嘅人咧，佢愛嘅語言係時間嘅陪伴嘅話咧，其實呢個真係好簡單，你只要喺某一日約佢一個時間，就空出嗰個時間咧，專係嚟陪對方，對對方嚟講可能就已經係最大嘅感動。例如可以去睇電影、行街、食飯，又或者係同對方一齊去行下海旁、行下公園。而家疫情可能唔能夠成日出去啦，咁就可以約對方 Skype 傾偈啦。嚟到最後一個啦，大家千祈唔好諗歪咗啊！如果你嘅結果咧佔大百分比都係肢體接觸嘅話，都唔需要怕醜。情侶嚟講咧，就好似係攬下對方、拖下手仔、搭下膊頭，亦都咧其實喺好多嘅韓劇、電視劇裏面有好多呢啲嘅例子嘅。摸下對方個頭，或者係壁咚，摸下佢個面，都會咧令到你一種好開心、好心動嘅感覺。同朋友、同事、屋企人咧都係可以有肢體接觸嘅，例如最簡單擁抱啦、high five、握手或者搭膊頭。可能有陣時同對方真係好熟嘅話咧，有啲人會中意打下對方嚟開玩笑。如果對於身邊嘅人咧，佢愛嘅語言係肢體接觸嘅話，可以試下咧幫對方有按摩啦、洗腳啦、敷 mask 啦，又或者咧見面嘅時候同對方握下手。分開嘅時候 say bye bye 嘅時候咧，同大家嚟一個擁抱。愛嘅語言咧，我哋每一種裏面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嘅，只不過咧係我哋佔嘅百分比邊一樣嘢咧對方最中意。呢一個短短嘅測試咧，就可以俾你睇到你自己，或者你去俾你嘅另外一半、你嘅朋友去做呢個 test 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對方喺每一個愛嘅語言裏面佔嘅百分比，佢中意邊一樣嘢比較多，邊一樣嘢比較少啦。我自己嘅測試結果咧，我最中意嘅咧係 quality time， 第二個咧係 physical touch 肢體接觸，第三咧係語言上邊嘅肯定同埋讚賞。其實我一路以為咧我第一位會係肢體接觸，因為咧我好成日咧逼我老公咧去做一啲韓劇或者漫畫嗰啲男主角會做嘅動作。個人經歷嚟講咧，其實我自己真係一個唔叻去送禮物、買禮物俾人嘅人啦。而經過呢個測試之後咧，其實都睇得出啦，我自己最中意接受愛嘅方式咧，係對方陪我有一個時間同我傾偈啊，或者同我一齊做一啲嘅嘢。咁所以咧，亦都可能正係因為咁樣咧，我都會 hurt 到一啲咧，我身邊嘅朋友咧，佢係以禮物作為愛嘅語言嘅。先前咧都係有好多嘅矛盾，有好多嘅唔開心喺當中啦，因為我自己一路以嚟表達愛嘅方式都係用我自己接收愛嘅方式，而忽略咗對方原來同我接收愛嘅方式咧係唔一樣嘅，所以就可能俾對方覺得咧我係唔重視呢一段關係。咁所以咧到最後咧，我自己發現咧，去了解身邊嘅人愛嘅語言咧真係好重要。而我喺拍拖呢一段嘅時間裏面咧，都學識咗真係你用啱對方接受愛嘅方式去表達嘅話咧，真係好多事都會事半功倍。無論係送禮物又好，你喺大家去相
相處嘅方式、相處嘅生活裡面都會令到好多嘅矛盾減少，亦都增加到咧喺生活裡面嘅一啲嘅樂趣。當你做完呢個測試之後咧，不妨咧都分享俾你嘅另外一半或者身邊嘅朋友去做下呢個測試啦，叫到佢哋咧去了解自己愛嘅語言，亦都俾你了解下佢哋愛嘅語言係乜嘢啦。而當你知道自己愛嘅語言係乜嘢嘅時候，千祈唔好怕醜。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直接嘅表達，話俾你身邊人聽。其實呢一種方式係我最能夠表達愛，咁咧就可以令到對方唔使再估下之餘咧，而你自己都喺生活當中咧可以享受到係對方用緊你接受愛嘅方式去表達佢嘅愛。雖然咧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可能有好多講到愛嘅時候咧，我都只係會諗到我哋嘅情侶，我哋嘅另外一半啦。但係咧，其實我哋所有建立嘅關係裏面咧，都係有愛喺當中嘅。除咗伴侶、家人、朋友之外，其實都仲講緊我哋嘅同事、同學、鄰居啦。了解下自己愛嘅語言，亦都了解下身邊愛嘅語言，都係一種好好維持關係嘅方法。做完測試之後，不妨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一下你愛嘅語言係乜嘢啦。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日嘅影片，如果中意嘅話，記得俾個手指公哦。想睇下影片，記得喺呢邊撳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再做個中意嘅話，唔好記得分享去朋友仔睇。我哋下次再見，拜。